大家好啊，我是优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心经的经文三世诸佛。关于三世诸佛啊，我们要知道三世就涉及到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一开始说人的心从五蕴的认识，先了解五蕴怎么形成的，了解它会起变化、起作用，那是关系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和外面的六种不同的沉静而产生种种的意识。这是说五蕴的变化作用跟空的关系是这么来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谈缘起呢？因为人的形成啊，是以12缘起来说明它的现象，也就是从无明一直到老死这一期生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期生死是说这个人从生下来到死叫做一期，接着才谈到苦集灭道、四生地法。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一期生死，从五蕴变化作用到根与尘的关系，到意识的变化，也知道了这个人是怎么样形成，然后从生一直到老死是什么样的现象。可是这种形成的关键性在哪里呢？那就是关系到人是因为苦受而不好过，即使是乐，那也是非常短暂的一刹那之间就过去了，而乐之前还是苦，乐的一刹那过去以后还是苦。所以根据一个人的自我而说明这种苦是因为集而形成的，就是集合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形成的。那么我们知道了以后该怎么办呢？那就要有道的修养才能化解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道的修养，那就会在得与失之间起分别、计较、执着。所以一个世俗的人要想突破，就必须修学佛法。修学佛法的目的啊，是要能够对这些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的，怎么样去了解。而要了解，就必须能觉悟。觉悟呢，必须要有道理和方法。所以说，就必须要走上菩提萨埵的道路，像菩萨一样去修行觉悟。那么谈到了菩萨，就有因位上的菩萨和果位上的菩萨之分。因位上的菩萨就是正在修行觉悟的人，果位上的菩萨呢，是已经完成了的修行者，已经完成了觉悟。而要达到这些修养，必须要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的方法，也就是智慧的方法。如果没有智慧的方法去帮助你完成修养的话，那么你的心、你的那个自我、你的那个我执就会有挂碍，有挂碍呢，就会有恐怖。为什么会有恐怖呢？因为会颠倒梦想。你如果知道去修行觉悟的话，那你的颠倒梦想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当然，恐怖挂碍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最后啊，要修行到究竟涅槃，也就是说，最后要修行到一个究竟圆满的境界。涅槃如果只是有余，就肯定有挂碍，有恐怖，有颠倒，有梦想。比如说我有挂碍，那么我们就要了解，那是因为什么而形成的呢？是因为什么颠倒的呢？什么梦想形成的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以后啊，那我们就要去修养它，使原来的这种有的挂碍现象越来越轻，越来越少。那么轻到什么程度才不是有余呢？
要轻到你不会受到伤害，不会被绑住，也就是你有解脱的能力，能够达到自在的目的。有解脱的能力可以达到自在的目的，就是有余涅槃的样子。那么必须任何的问题你都能解脱而达到自在，这是一个有余涅槃的境界。那么我们知道了有余涅槃，那么什么是无余涅槃呢？就是虽然还会有这些，可是已经看不出来了，它只是很微细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挂碍、恐怖、颠倒、梦想，它不是完全没有，它是在一个非常微细的，几乎没有人能感觉得到的，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就到达了无余的境界。而究竟涅槃呢，则是连微细的都不存在了。比如说声闻乘三相一果，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即使你成就了阿罗汉，还有微细惑，可见它只是一个有余跟无余的境界，它不是究竟。而菩萨呢，七地以前还是有余的境界，要进入到八地才是无余。等到达佛陀的境界，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药师佛一样，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像这些佛一样的境界，才能算得上是究竟涅槃。那么好，关于心经的经文，三世诸佛的上集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游部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游部愿您在学佛的道路上，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先能够找到快乐；找到快乐之前呢，先能够找到自己。感恩大家，我是游部。